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在本视频中，我们将讨论失败订单块以及如何使用这个概念可以改善您对图表分析。我们将解释什么是失败订单块，它们背后的心理学，它们为什么起作用，以及如何识别和交易它们。如果您对此感兴趣，请点击赞以表达您的支持并订阅。如果您是新人，什么是失败订单块？失败订单块就是失败的订单块在图表上变成另一个供应或需求区域。从基本价格行为来看，每当价格突破阻力位时，它就会成为支撑位，这是由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而形成。同样，每当价格突破支撑位时，它会变成阻力位，当市场再次进入该区域。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订单块。市场可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忽略订单块的供应和需求，包括市场结构的改变、被高估或超卖、利用更高的时间框架关键水平等等。当有效的需求订单块拒绝价格，并且价格突破它成为供应水平时，我们将其称为失败订单块，期望市场将拒绝该区域。这里有看跌场景的样子，出现结构破坏，低效率高于这个更高的高点，因此这创建了一个有效的订单块区域，可以为我们提供做多的机会。然而，市场发生市场惯性改变，跌破先前的低点，因此在这次突破后，方向偏差于看跌，我们的需求水平将转变为供给。失败订单块背后的心理是，在订单块中做多的交易者现在在看跌市场后被困，因为出现市场惯性改变，因此他们希望等待价格回到盈亏平衡点，在那里他们可以无损失地平仓多头。交易者也将在这里做空，因为他们认为该区域是供应的关键区域。这种双倍的结果行动就是使价格从该区域反转的原因。所以这里的关键点之一是，当市场结构转变之前有流动性，很大可能形成失败的订单块。看涨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在市场结构改变向更高之前看到流动性低于波动低点，然后我们标记造成低效率的蜡烛并及时延长它，这将是我们失败的订单块。我们预计价格将拒绝该区域。在欧元美元15分钟图表上，我们出现了强劲的看涨走势，导致低效率并打破了市场结构，因此我们有一个有效的订单块，这是做多的巨大需求水平。然而，市场突然改变方向，并突破低于此需求水平且有大蜡烛。这种方向的变化可能是由于价格进入了更高的时间框架阻力位，正如您在1小时时间框架上看到的那样。但在15分钟图表上，我们将这走势视为抓住流动性高于之前的高点。我们现在有一个看跌的市场结构转变，需求区域现在已经变成了供应区域，因此我们预计价格将被这个失败订单块拒绝并继续向下移动。在黄金1小时时间范围内，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个订单块因为出现低效率和结构破坏。然而，市场突破了这个需求区域，显示出看跌的市场结构转变，因此需求转变为供给。如果市场进入这个区域，将为我们提供潜在的做空机会。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在交易失败订单块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关键因素。关键因素第一，市场结构。在寻找失败订单块之前，您需要确定当前的市场结构。市场结构定义包括市场方向、供给需求区域、更高的时间框架、关键水平的流动性区域以及价格前面的空间。第二个，有效性，确保您识别的失败订单块是有效的。失败订单块是由市场结构转变之前的流动性创建的，寻找大波动之间而造成的低效率。第三个，确认，在进入交易之前等待确认。确认可以以许多价格行为信号的形式出现。这里收缩的蜡烛表明价格在接近失败的区块时失去动力。然后我们有一个长影线蜡烛强烈拒绝该区域。接下来我们发生市场惯性改变，确认了方向的变化。通过这些因素发出的逆转信号，您可以有效地交易失败订单块并增加成功的机会。就像其他交易概念一样，失败的订单块应与其他形式的技术分析结合使用，以做出明智的交易决策。例如，在英镑日元1小时时间框架内，市场通过跌破该波动低点而发生市场惯性改变。我们现在将这个看涨订单块转变为供应区，并且这一举动还创建了另一个看跌订单块。因此，这些供应水平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扭转价格并使其下跌。
但进入市场，我们应该用保守方式。我们交易在看跌订单快，并将止损置于其之上。请记住，作为交易者，我们的工作不是预测未来，而是为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做好准备。既然您了解了失败订单快概念的基础知识，您可以自己进行回溯测试，以确定哪些货币最适合此设置。如果它被证明对您有帮助，您可以将其设置添加到您的交易策略中。所以我希望这个视频能为您提供一些价值。如果确实如此，请点击赞按钮以表示您的支持。如果您是新人，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也不要忘记在下面评论您的想法和问题，因为我们会尽力回答他们。下一集见，谢谢。